看看是我们这组是猜对了还是猜错了嘞？是谁啊？哦，乐晨，乐晨的我很想看啊。谁？小远吗？绝哦，还是很替觉开心啊，终于有机会。终于。Hello。Hello。是夕阳还是爬山呢？好惊喜啊！惊喜，你也有惊喜。你好。哦，夕阳。哎，等会儿。那所以现在的 follow 卡不是王爵，那会是谁呢？那多多也不吃火锅。对。那多多干啥呢？吃也不看日出，那谁看日出呢？那让我们继续来看吧。你以前来过吗？你以前来过吗？离我家很近哦。啊，这里吗？对。好啦，就这儿了。宠物甜品店。先做一下小蛋糕，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吃晚饭。啊，这个是能给狗吃的吗？对，人吃的，给狗吃的。哇，这给狗吃，我以为给人吃。哦，给狗狗做的。对于养宠物的人来说，在这约会是挺好的。对，很妙，喜欢。坐吧。有没有简单一点？虽然我很想画这个，但是好难啊。就是这个。那我先来个这个吧。你要不要来一个？要么你来这个，我来这个。你可以这个吗？我尝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。我试一下。你平时会有这么耐心去做一些其他这种手工吗？不会是吧？你很了解我。我很好奇，哎，你为什么就是在很多事情上，怎么了？感觉很了解我，是吗？可能我观察比较仔细。这手怎么破了？昨天那个歌。头发。好的，下次我来做。哎呀，下次我来做。就不是手割坏那么简单的事情。厨房不差。有点多了吧？不是啊，它是长腿筒。你给它凸出来是吧？我会调整形状，看好啊，调整一下。我觉得此刻王爵很开心啊，他终于能单独相处了。啊，超可爱，给你饿的。我们就做成这样是吧？对，这上面是那样。手在抖。别紧张。地震了。我来转吧。好，你来转。这再来。再来一点。它碎了。没事，快点收。上手好快呀！
学习能力还是挺强。哎呀，这件事。哇，真是第一次，我在梦中想象过这个场景，为什么没有做？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没有你这样支持的人啊，我因为没有你这样支持的人啊。也算是勇敢的表达了一次，对，算他们最亲密的一次了。也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，对，也好。我变成知识型人格了。我呢，你来转。我就不动它了。快，我感觉这个好像不是这么用的。好啦，这个艺术成分就颇高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啦，先这样，然后弄下一个。好。你看，我就很害怕开始。你先把我一直形状在挑刺勾出来吧。你先把形状勾出来。焦虑型人格，焦虑型。真的很害怕开始，我宁可不做。我宁愿不做。宁愿不做。因为担心结果。我会焦虑。如果要做，我就确实是想把它做好。你觉得你是个会很疯狂的人吗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没有，就想问问，了解一下嘛。之前不都没怎么聊。会比较坚持一些事情。坚持一些事情。也比较有原则。会为了热爱的事情去做一些争取，但同时可能说也是一个相对有一些脆弱呀，然后希望有人来指引的人。我是这样。完全就是在告诉他吗？这算是在所有他们的互动里面最有表达的一次了。啊，你觉得你会想要一个特别懂你的人？是。这是维尼的，这是 Nico 的，很可爱，做的很好呀。吃爸爸。走。哇哦！你吃披萨。我吃。先尝尝，你平时喜欢吃西餐多一点还是中餐多一点？都喜欢。最喜欢哪道菜呢？沙拉。我觉得你要保持身材。前一段时间经常面这样去。想问问你工作的话，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一个点，就是我之前从互联网公司直接跳到这个传统行业。具体传统行业，环保。小到家用的那种污水处理的设备，然后大到污水厂，这个都有，然后还有垃圾焚烧炉，这些我们都有做设备。还有意义。很有意义啊，能做一些确实是对社会、对人类有帮助的事情，我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但虽然说我现在这份工作刚开始，不过我还是对这个行业也很感兴趣，我觉得自己会很有动力做下去。如果要说了，我看你好像之前说话经常说一半含回去了。他都注意到了。哇，你真的观察得很敏锐。方便更好的
在商务谈判中一击即中。其实我以前都是靠真诚打动别人的，没有什么技巧，只有真诚。求求你了，跟我合作吧。然后我们做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但在工作上认错很快哦，但在感情生活里就恰恰相反啊。最因为硬的那种。有时候我会认识不到自己哪错了。你能接受冷暴力吗？啊？哇，你是什么东西？这个问题，那问出这个一定是会发生一些事情。对。你能接受冷暴力吗？哇，你是没有办法接受冷暴力的这个问题。对啊，你冷暴力，我热暴力。啊，热暴力好。你会吵得很凶吗？东北人应该很难忍不住，很难忍不住去骂他。那你以前他们接受得了你这么吵，或者说他们性格是什么样？哎，你现在已经直接开始定义我是一个会吵的人了。你肯定会啊，你肯定会啊。打算做哪个不会吵？这都被发现了。哎，说的这一点我认同。我认同，我加一。我加一。不是你不是吗？是。啊，你何子，我跟你讲嘛，这你说的太对了。懂了，感觉是对的。我是战斗的。以前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所以我才脑袋特别乱，我就容易呆滞，就停滞在那里，然后拖到事情实在没有办法拖住的时候再去解决。但其实那个时候事情已经变得严重了，对吧？啊，没看到你梗的那一面呢，什么时候看一下？这么梗，这么梗，这么梗呢？一天，好，说不定过两天就看到了。我觉得我确实这2年成长了很多，你都无法想象。本来男生成熟的年龄就比女生要，那个晚迟嘛。哎，那你是那种会？你觉得你是那种会120%或者说200%付出的人？我不会非常奉献式的那种付出。啊，是吗？哎，是吗？你好像很了解我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，就是大概。你觉得是会吗？我觉得应该不是吧。我觉得本来挺上头的。是吗？快别说了。看来说中了。那你会因为这种上头受伤过吗？有是吧？多吗？没有。你说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有选择性。所以你现在会怕吗？会啊。会。会。你不也会吗？我超会。就是可能我的苗头现在是0.5，然后我的顾虑可能会有3或者5。对，我是会想超级多的人。因为我觉得确实开始一段感情可能很容易，但是你想维持下去很难。不然你现在也很难受吗？
反正今天来之前是别扭的。嗯？什么？反正今天来之前是别扭的。是别扭的。嗯。我会觉得，优先级排序，在我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我完全受不了这种委屈。表达出来。对，说出来啊。就在日常生活中是完全不会出现的事情。像他今天这样，大家都把话说出来，会不会之后相处反而会舒服？当然，可能他这次完了，他就会死心了，因为白羊不会在这边停留太久的。确认过眼神，确实是当朋友的人。但我觉得这样也好，这样的话，王爵也可以放下嘛。你以前的做法大概是什么样？哎，不想说，真是，你这个是。这不是在了解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真的聊很少啊。我拒绝回答，真的是。是。来日方长。哦。哇，你在这个镜子里。天哪！非得要在这么丑的环境下看我，是吗？我也看得到你哦。啊！但最后那个来日方长，我觉得又有点给力。不，那个就是一个客气。这或许也是晨晨的体贴吧，就是他不要再让觉会太抱有希望。对。就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吗？他不可以这样承认说，哎，其实我知道你有一次一直在邀约，但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或者是。但这样会伤害，会很直接的伤害。那样不会吗？我觉得可能他想用一个很得体的方式来告诉你，我在拒绝你，你对我死心吧，其实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他会一上来问一个这么炸的。我其实是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人的影子，就是王爵在乐晨面前是面对自己心动的人，所以他心思百转千回，他是想说一句话都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但是乐晨他正好相反，他在面对一个自己不心动的人，所以他什么都可以很坦然的去说。确实能感觉到那种坦坦荡荡的感觉啊，但也没有失去礼貌性的东西，我觉得很体面。我还想说一句话，因为我觉得他这里可能会被人误解。其实，在刚才最后一部分的对话里，我能看到他有很多的内疚，不光是对现在这个王爵的内疚，好像还有对他以前所有的冷暴力、所有的这些经历的那种内疚，在他心里。听他的分析，我觉得他更多的偏向于冷处理。冷处理和冷暴力之间有个特别大核心的区别，就是做这个行为的出发点是不是善意的。因为他刚刚讲了一个细节，他说我当时是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我没有主观的意愿要去伤害。可是冷暴力这件事情，它的出发点，它的动机是要惩罚你，我要用冷这个东西来惩罚你，我是想要这个感情破裂的，我要是对你不好是恶的。但是冷处理可能就是一种处理的方式而已。其实这个概念就是叫做诚实的局限。就是说，他在那个时候是他最真实的样子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只能呈现出这样的状态。就是人都会有这样的缺点，但他的出发点，就像你说的，不是恶意。对，所以只要学习就好，别给自己上那么大的词儿。没事儿，乐晨啊。里面有个字“耿”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耿是什么？耿直，就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耿？一天天梗不拉几的。对，就是做事情就是没有那么的，该咋说呢？干净利索。东北顺口溜就是小树不修不直溜，人不修你梗啾啾。好可爱啊！这个字啊，就是我就特别能表达的，就是他们刚才那个交流的过程和聊天的那个过程。对，一步一卡壳。我相信这个弹幕上已经有很多真正的东北人。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心动的信号东北季的时候，哇，太期待了，那得有多梗，太期待了。那这节目太梗了。